在理解利率政策及其影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利率。简单来说，利率是银行或贷款机构对借款者收取的费用的百分比，它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之一，因为它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来控制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水平，从而影响经济活动。例如，当经济增长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时，中央银行可能会提高利率，使得借贷成本增加，从而降低消费和投资，以减缓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相反，如果经济增长缓慢或处于衰退，中央银行可能会降低利率，以降低借贷成本，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的利率调整。美联储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来影响美国的经济活动。例如，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将利率降至近乎零的水平，并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但利率政策并非万能，它的效果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市场对这些政策的预期、经济结构和外部经济环境。过去几十年中，利率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辩论，关于其效果和潜在的副作用，比如资产泡沫和负债过度。美国在多次经济周期中使用了利率政策，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了近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措施来刺激经济。这些政策旨在降低借贷成本，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复苏。虽然这些措施帮助了经济复苏，但也引发了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不平衡经济增长的担忧。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入了解利率政策的具体实施案例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类政策的基本原理。利率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国家的基准利率来影响整个经济体的借贷成本。这种调整通常由中央银行执行，目的是为了控制或刺激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影响货币价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崩溃，导致信贷市场冻结和大规模金融机构的失败。作为对这场危机的回应，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2008年底到2015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一直维持在0%至0.25%的区间，这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美联储的目的是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来刺激经济。低利率使得个人和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这在理论上会促进生产和就业，帮助经济从衰退中恢复。此外，美联储还实施了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即通过购买大量政府债券和其他证券来增加金融系统中的流动性。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它们帮助稳定了金融市场，恢复了信贷流动，并支持了经济的逐步复苏。例如，美国的 GDP 在2009年经历了萎缩后，从2010年开始逐渐恢复增长。股市也在这期间显著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9年的低点大幅上升。然而，这些政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副作用。例如，持续的低利率被认为是资产价格泡沫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此外，一些经济学家担心，长期的低利率可能会导致过度借贷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还有人担心，当利率已经非常低时，中央银行在应对未来经济衰退时的政策空间会受到限制。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ECB） 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ECB 不仅降低了利率，还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并在某些时候实行了负利率政策。这意味着银行将存款存放在中央银行时，不仅不会获得利息，反而还要支付费用。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银行将资金贷出，而不是存放在中央银行。类似的政策也在日本实施。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就一直面临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日本央行实施了零利率政策。
并在21世纪初开始实施负利率。这些措施旨在刺激经济增长和结束长期的通货紧缩。总的来说，利率政策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调整利率，中央银行试图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从个人消费到大型企业的投资决策。然而，这种政策的效果和副作用是复杂的，它们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不同的时间点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考虑利率政策时，了解这些背景和情境是至关重要的。在分析美国实施低利率政策后的经济转变时，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首先，低利率刺激了借贷活动，企业和个人更容易获得贷款，这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增加，进而帮助美国经济从2008年的衰退中逐渐恢复。尤其在房地产市场，低利率促使更多的人购买房屋，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在股市方面，由于储蓄和债券的回报率降低，投资者转向股市寻求更高的回报，这种资金流动推高了股价。美国股市在经历了2008年的暴跌后迅速反弹，创下新高。这不仅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本，帮助他们扩张和增长。然而，低利率政策并非没有副作用，长期的低利率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在房地产和股市领域。此外，低利率也可能鼓励过度借贷和投机行为，增加了经济系统的风险。例如，在低利率环境下，一些投资者和企业可能会过度借贷，从而在未来经济环境变化时面临还款压力。此外，低利率政策对储户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储户在银行的存款获得的利息收入减少，这对依赖利息收入的退休者和储蓄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可能被迫投资于更高风险的资产，如股市，这可能并不符合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低利率政策还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由于资本寻求更高回报，大量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和资产价格。然而，这种资本流动的可变性也给这些市场带来了不稳定性。综上所述，利率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对经济有着复杂和深远的影响。虽然低利率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复苏，但长期来看，它可能带来资产泡沫、过度借贷和市场不稳定等风险。因此，制定和实施利率政策时，中央银行需要仔细权衡各种因素，以平衡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做了个投票贴，欢迎你来选择自己的看法，让广大网友看到该有的普世价值观。投票地址置顶在评论区。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不仅对其国内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效应。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相互联系，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美国低利率环境下的资本外流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寻求更高回报的过程中，大量资本流入这些国家的股市和债市，导致了这些市场的快速增长。例如，印度和巴西等国的股市在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期间经历了显著的增长。然而，这种资本流入并非没有风险，它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过度升值，影响其出口竞争力，同时也可能为未来的资本外流埋下隐患。其次，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也影响了全球的货币政策环境。为了抵制美元资本流入所带来的货币升值压力，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利率或采取其他货币干预措施。这种政策上的竞赛可能导致全球货币政策的赛跑到底，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此外，当美国开始退出低利率政策及所谓的缩表时，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例如，2013年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减少债券购买计划时，导致了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被称为削减恐慌 （taper tantrum）。这一事件导致了新兴市场的资本大量外流和货币贬值，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压力。进一步来说，美国的利率政策还影响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低利率和高流动性的环境下，一些国家可能过度依赖外债来推动增长，
而不是通过改革和提升内部生产力。当外部条件变化时，这种增长模式可能变得不可持续，导致经济危机。综上所述，美国的利率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资本流动和货币价值，还塑造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政策环境。这种影响凸显了全球经济体系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主要经济体政策决策的全球影响。因此，在制定和调整利率政策时，各国中央银行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经济的需要，还要考虑其政策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寻求一种平衡，以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